跟崔昭做了一辈子夫妻，他却在临死前求我，来世把昭旭的绣球让给我恕解。我答应了。重生回到抛绣球那天，我当着满京城人的面把绣球塞给了聂清月。恕姐欣喜若狂，抬手就把绣球扔到了崔昭他爹怀里。只见那绣球不偏不倚落进崔明和手里，姐姐高兴极了，她赶紧跟我传授起挑老公的秘诀，无非就看2点，一是长相，2是体型。崔明和虽不是啥大帅哥，但也浓眉大眼，长得非常有精神，还有常年锻炼，个子那么高，瞅着就让人很踏实。最关键的一点是，姐姐小声咳嗽2下，怕人听到，赶紧拿扇子挡脸。她这体格，瞅着就挺有劲。上辈子我也结过婚，早就和男人同过房，肯定懂姐姐的意思，但我还是有顾虑。他是个丧偶老男人，今年都32了，儿子和咱们一样大。姐姐，你真决定了？聂清月却觉得他特别的好，开始盘点他的长处。崔明和丧偶是真，但他没再娶妻，家里没那些乱七八糟的女人，还把独生子拉扯成人，说明他人品不错。再说了，他早年打过仗，身体硬朗，指不定精力旺盛，比城里的那些个废物男强不知多少。聂清月刚说完，似乎又想到了啥，赶紧拉着我的手看向旁边崔昭。你瞅见他没？够年轻吧？可腿还没他亲爹胳膊粗，身板又单薄，指不定风一吹人就没了。妹妹，下次你抛绣球选老公时，千万要看清楚点儿，可别把球丢给他了。聂清月越说心里越不踏实，又反复叮嘱了我好几次，我全都答应下来，他这才彻底放了心。然后他转头看向楼下，崔明和手里紧紧抱着绣球，站在那儿不知该咋办。聂清月就死盯着他不停的傻笑，我却转头盯着那崔昭，毕竟做过一辈子夫妻，我还以为上辈子是我硬生生拆散了他们俩，没能让这对有情人走到一起，但哪能料到他惦记了一辈子的聂清月，心里面根本就没有过他的位置，居然把昭妻的绣球扔给了他爸。面对这个突发状况，崔昭明显没有防备，也完全接受不了，旁边的人也都惊掉了下巴，谁都没能想到，本来是陪着儿子来凑热闹的崔老爸，竟然阴差阳错接到球。都赖我，不该凑上前，着急看儿媳妇儿。看着大伙的眼神全聚过来，手里的球就像带刺一样，崔明和忍不住挤出个苦涩表情，毕竟双方的岁数实在差得太多，何况老父亲旁边还站着个帅气年轻的崔昭。于是有人赶紧开口问：聂小姐估计是扔偏了吧？这球应该是想扔给崔少爷的吧？就这么一句话，让本来已经绝望透顶的崔昭眼里立马又放出了光芒，他甚至都不等我姐姐回话，就急不可耐地表白心意。聂大小姐，这球既然是扔给我的，那就算是我的了，我马上去你家求。聂清月眉头一皱，直接打断了崔昭。我根本没扔错。他2只手靠在护栏上，身子往前倾，满脸带笑地瞅着楼下的崔昭。他说：我做你的后妈，难道不行吗？崔昭那张脸一会儿青一会儿白，我还从没见过崔昭这么崩溃过。就算是在上辈子，他高高兴兴抢到了我的球，后来被大家请到楼上的时候，看到扔球的女孩不是我姐姐，而是我本人，他也没有像现在这般生无可恋。当时我按照习俗拿扇子挡着脸，但还是没忍住抬头偷偷看了眼前的他。崔家大少爷崔昭长得很帅气，脾气也是好的没话说，还有才华，是城里好多富家千金想嫁的男人。所以等我知道自己扔出的球被他拿到以后，我心里其实特别开心，但他手里拿着球，脸上却看不到一丁点笑容，感觉他真的很不乐意。我就纳闷了，要是他不想娶我过门，干嘛非要跑进来抢球呢？抛球选亲虽然讲究个缘分，但父母也不可能让我们随随便便嫁给外人。这台子是新修的，周边全都建起了一大圈高墙，能够进场去抢球的，全是提前给我们聂家送过拜帖的啊。按照纸上写的名字背景，再由我爸妈亲自去打听对方人品和长相，最后才拍板定下能不能让他进来抢。换句话说，今天能够站在这楼底下的所有男人们，都是真心想娶我的，退一步讲，都是想当聂家女婿的。所以我搞不懂抢到球的他为啥会拉长这个脸，难不成是嫌弃我长得不够漂亮？可我们聂家2个姐妹在城里也是有名的美女，那她的要求确实太高了。既然这样，我也不想逼着她，于是直接问她：崔少爷莫非不想娶我？要是真不想，我就当刚扔偏了，
咱们的婚事算了。爸妈非常宠爱我和姐姐，要是我不承认这门亲，我爸顶多臭着脸骂我几下，再罚我去祖屋里跪一宿。完事后，他肯定骂骂咧咧的走出去，帮我摆平所有麻烦。所以我一点都不慌，我想要的无非就是崔昭说句真心话，毕竟这事关我以后的日子。当时聂清月也一直待在旁边，她特别不爽。你拿了绣球，又摆出这种满脸委屈样子，反倒显出我们聂家姑娘好欺负，太不要脸了。崔昭听完赶紧使劲摇头，接着对我说：既然接了你的抛球，自然是要跟你结婚的。也就是说，你想娶我？故意强调了想，就是盼着他能心甘情愿。他平时就很有才华，人也机灵，肯定能听出我话里言外之意。结果他还是说：对，我想娶你过门。是想，是真愿意，是两厢情愿，是他心里也觉得高兴。但是直到过了很久以后，我才弄明白，他心底压根不想娶我，但更害怕自己变成聂清月眼里的臭无赖，所以才强忍着难过答应了跟我的婚事。不过崔昭确实没亏待我，结婚那天晚上，他就把管家大权给了我，家里的佣人们对我也十分客气。每个月初一、15，崔昭都会来我屋里吃晚饭，感觉这一切都美好的不行了。可他不爱我，不爱就会无视我受的委屈。崔昭有个亲姨妈，从前总盘算着把亲闺女嫁给崔昭当媳妇，所以对我意见非常大。他讨厌我，就摆出长辈姿态，在家里明里暗里找我麻烦。我把这些破事全告诉崔昭，可他压根儿不心疼我，只会跟我说：双月，我亲属不多，姨妈从小对我很好，你多担待点。有了崔昭纵容，那姨妈就越发过分了，每2、3天就要找我闹上一次。我实在憋不住时，跟他打过架，最后2人都带了伤。崔昭过来找我，刚进门就来怪我。聂双月，姨妈毕竟是长辈，你怎么能动手推她？话刚说完，他就瞅见我脸上的口子，那是姨妈为了让崔昭嫌弃我，故意拔出头上的发簪，打算趁我不注意划破我脸蛋留下的。瞅着那道伤疤，崔昭不说话了，他眼里没半点心疼，全在心里盘算着这事的利弊，以及琢磨该怎么哄好我，免得我顶着这破相的脸哭着跑回娘家，让我爸妈和姐妹跑来找麻烦。崔昭叹了声气，这回确实是我姨妈不对，我会去说她的。你按时擦药。那会儿我一声不吭死盯着他，因为我很想从他眼睛里看到哪怕一丁点的心疼，但是真没有，心里没爱，哪来的心疼？我到底是在瞎想，但我偏偏不想认命。我问他，看我受伤了，你会心疼吗？哪怕仅仅有一丁点儿。崔昭没说话，他又一次道了声歉，对不起。接着走出了我的院门。到了大傍晚，他又专程送来好多稀奇宝贝，还说已经把姨妈送回了老家。我明白他的想法，我好歹是他名义上的老婆，保全我的面子，也就等于保全他的面子。他会保护我，却绝对不会爱我。那天外头下了大雨，又打雷又闪电，我从小就怕这个。我妈疼我，所以她会把我紧紧搂怀里；我爸爱我，所以他会陪在我旁边。还有聂清月，我那不太靠谱的姐姐，她也爱我，所以她会抱着枕头钻进我被窝，学着大人的样子拍我的背，温柔的哄我。崔昭只会说把窗户关严实，可别冻着了。我说我这心里真发毛，他却把头扭过去，语气很平淡。你有好几个陪嫁丫鬟，让他们陪。我总算是死心了，夫妻嘛，怎么凑合都是一辈子，恩恩爱爱是一辈子，客客气气也是一辈子。至此，我收起对他所有的爱，安心当我的崔太太，然后跟他客套疏远的过了一生。可临死前，他却告诉我，他有心上人，是我姐姐。提到姐姐时，他眼里不断闪烁出温柔，我忽然觉得真没劲透顶了，所以我答应了他，如果真有下辈子，我把球让给姐姐，但要是真能重活一回，我聂双月打死也不想再嫁给他了。幸好老天爷真的给了咱们一次重来的机会，只不过这一回崔昭还是没能如愿。扔球找对象的事既然完事了，下面就得跟抢到球的人商量结婚。聂清月叫人去请崔明和上楼，当儿子的崔昭也跟着一起被叫了上来。崔明和一见聂清月，赶紧说：我一把年纪了，根本配不上。说完，他就打算把手里的球退还给聂清月。聂清月没伸手去接，只是叹声气，假装很难过的样子。我家招女婿，虽没明说嫁哪个女儿，可来不来，我们家从没强求。现在你抢到了球，却又想着反悔，难不成是嫌弃我配不上你吗？崔明和赶紧使劲摇头，他一个练武的，嘴皮子到底比不上我姐姐。我今天来就是想看我家昭儿能不能接到球，但我真没想过再娶老婆。要是你非要嫁给我，以后受苦的肯定是你。但我很乐意啊。聂清月笑着往他跟前凑了凑，吓得崔明和一直往后躲。我不嫌弃你老，我觉得你挺好。反正你既然拿了我的球，
就是我老公。说完，他又转头看向了旁边的崔昭，崔昭同时也在看着他。聂大小姐，我爸真没考虑过再娶。要是你们聂家非得要个交代，我愿意娶你过门，并向你发誓，这辈子绝不娶小老婆，也不会有私生子。聂清月笑着打断他的话语。可我只想当你妈。崔少爷，我挺不错的。若我做了你后妈，肯定把你当亲儿子对待。以后我再给你生个弟弟妹妹，你家也能更热闹些，不是吗？听到这话，崔昭的脸变得更白了。旁边的崔明和脸色同样难看的要命，一直抬头叹气，心里十分无奈。姐姐，别再拿崔国公和崔少爷开玩笑了。看见气氛有点尴尬，我赶紧伸手扯了扯他的胳膊。毕竟10几年姐妹，我很了解聂清月，她嘴上没个把门，就喜欢故意逗别人玩。但她爱恨很分明，所以就算真看上了崔明和，如果对方不乐意，也不会死逼着对方娶自己。她想要的是崔明和心甘情愿的上门求娶。至于这过程中他会用啥样的方法，那我就完全不知道了。但现在我必须带他回家。好糗闹出的事，在家里的爸妈多半早就听说了，估计俩人都气炸了，还不如赶紧回家下跪认错，顶多罚跪1宿祠堂，总归是不想挨打的，太疼了。聂清月明白我的想法，他冲着崔明和笑了笑。你如果真不想娶我，我也不会逼着你结婚。反正以后日子还长，没准你就改变主意了。说完，他就拉起我的小手往台子外面走。聂家大小姐，崔昭急忙追了出来，他表情很严肃，似乎有很关键的话要讲，手里还死死捏着张纸，纸张颜色发黄，像是有年头了。于是聂清月先是叫丫头去楼下备马车，打发走大伙后，这才出声问崔少爷是不是有啥话要对我说。崔昭并没有马上说话，而是把眼神放在我的脸上。我低下头，想把手从聂清月手里拿出来，打算先走一步，让他们俩单独说说话。但聂清月却把我的手抓得更紧了一些。双双是我的亲妹妹，没什么话是她不能听的。要是少爷不想讲，那就算了。说完，他拽着我继续往楼下走。崔昭见状，赶忙说道：我7岁时，曾跟我爸去吃酒席，好几个同岁男孩欺负我，骂我克死老妈是扫把星。我跟他们打了一架，脸破了，怕被我爸发现，就藏在假山里。那时我特想我妈，想得直哭。忽然有个小丫头跑了进来，她在纸上画了个仙女，说那是我妈妈，她非常想我，也特别爱我。然后呢？聂清月觉得他脑子有毛病，我心底却猛地紧了一下。崔昭没发现我脸色不对，而是把那张画给打开，露出了画里女人的长相，而画里的小女孩正是6岁的聂清月。崔昭低头瞅着那张画像，不知道想起了啥，眼神里是说不出的那种深情。时间过去太长，我已经记不得小丫头的长相，多亏她留下了这张画像。虽说已经过去10年，但我还是认出了你。聂清月扫了一眼那张画，没印象。然后拉起我的小手就走出了大楼。崔昭这回没再追上来，而是死死站在原地，满眼深情地望着聂清月离开的背影。一直到上了车，聂清月紧皱的眉头也还是没松开。不对，那张画好像有点眼熟啊。我没敢出声，只是安安静静坐在旁边。聂清月闭眼琢磨了一会儿，然后猛地睁开眼，抬起手就在我脑门上狠敲了一下。聂双月，你想画他们哄他开心，这倒没啥。但是你干嘛要把我的脸画上去？果然，他猜出那是我的杰作。那年我才5岁，跟着爸妈去吃大餐，在假山里碰见个正在哭泣的小哥哥，他嘴角带着血，衣服也被别人扯破了，一个人缩在破角落里，说想妈妈，特别的小。瞅着真是太可怜了。那会儿我已经能很顺手的画人，就去哄着他，说我能把他妈妈的样子给画出来，看着画也算是解解相思。后来我妈找我，我就直接走了。那时候岁数小，又特别贪玩。聂清月一瞅见我就说要带我去摘花，我就把这档子事给忘得一干二净。过了这么久，要不是崔昭重新说起，我估计咋样都想不起来了。只是绝对没想到，当年那个小男生居然就是崔昭。估计这也是缘分。聂清月叹了口气，我撇了撇嘴巴，真心觉得好笑。这哪里叫缘分，根本就是一场孽缘。聂清月又抬起手敲了一下我的脑门，她咬紧牙关问：但你还没跟我说，为啥偏偏要画我的脸？因为他说他妈是个仙女，你那时候又天天在家吹自己是仙女下凡，让我每次见你都得磕头。我就琢磨仙女跟仙女估计长得都一样，然后就画了你的脸。毕竟那时候我才5岁，鬼知道聂清月的仙女居然是自己封的，真是白瞎我跪了她那么多次。
还许了好多愿望，结果一个也没成真。大骗子！碰上我那埋怨的眼神，聂清月觉得心虚，赶紧把话题岔开。所以他这是把我当成你了啊？我点点头，怪不得上辈子我想破脑袋也没想通他跟聂清月到底是咋认识的，那么痴情死心塌地，搞半天就是因为那张画。我就说嘛，我那么真心实意想当他后妈，他却装出一副被雷劈的鬼样。原来是认错人了，把我当成了一直惦记的小丫头，却不知那人是你。聂清月笑得前仰后合，接着又往我这边挤。双双，你跟姐姐说实话，你喜不喜欢崔少爷？一点儿也不喜欢。我回答得非常痛快。上辈子我肯嫁给崔昭，多半是因为他抢到了我丢出的绣球，全当是老天安排。再加上他长得挺帅，也算有点才华，又是少爷的身份，我嫁过去估计不会受委屈。要是说喜欢嘛，可能刚结婚那会有一点，但随着一天天的过日子，我看透了他不喜欢我，我也就死了心，只想着跟他客套过日子。那辈子过得真是太没意思了，那点可怜巴巴的喜欢早就在一天天的熬日子里消失干净了。于是我又开玩笑说，你把心放肚子里，我当不成你儿媳妇。聂清月听完这话，跟我一块笑成一团。那真是太可惜了，我还真想把双双当成亲女儿养一回呢。说完，他收起笑容，说话语气也正经了不少。双双，别怪姐啰嗦，崔昭这人我也看了，虽说长相家庭没话说，人品也行，可到底身板太单薄，不抗造，估计中看不中用，根本生不出娃。刚说完，他又很发愁的伸手敲了敲自己的脑壳。我在这儿胡扯些啥呢？双双才刚刚成年，哪里懂这些乱七八糟的？我没敢去接话，只是觉得耳朵有点发烫。重生过一回的我，当然懂他话里的意思，都是不正经的话。但是聂清月说的确实没毛病。我跟崔昭做过一辈子夫妻，虽然客气疏远，却也办过夫妻那点事。可整整一辈子，我肚皮都没个动静。我也找大夫看过，大夫说我身体特别好，很容易生孩子。所以说，那就是崔昭身体不行。我心里很佩服聂清月，她看人眼光实在很准。以后我若是再找婆家，必须向她讨教几招。回到家里，我和聂清月毫无意外的挨骂了。听说我把绣球让给姐姐，而姐姐却把球抛给了跟她同岁的崔国公之后，老爸气得嘴上两撇胡子都翘起来了。老妈坐在椅子上，更是一个劲儿的用手拍着胸口，想要给自己顺顺气。柳姨妈在旁边也不停叹着气。过了一阵，老妈走过来，伸手狠狠掐了我胳膊。聂双月，今天可是你抛球找对象的好日子，你咋敢瞎胡闹？说完，她又伸手用力敲了敲聂清月的脑袋。还有你，聂清月，我专门找人算过，人家说你今年不适合结婚，我才把你的亲事往后推了推，打算等明年再让你去招聘。你咋也这么不听话？我跟聂清月都没敢抬头，更不敢顶嘴，生怕多说一句能把老妈给气晕。像鹌鹑似的缩着头，被三人轮番骂过一顿后，老爸就大手一挥，让我俩去祖屋罚跪。反正也早就习惯了。院门一关，我和聂清月就先冲着祖宗的牌位拜了拜，然后把垫子全凑在一块儿，俩人软绵绵的互相靠在一起，别提多舒坦了。老姐，我今天中午忘了吃午饭，现在肚子饿得慌。聂清月听到我这么说，马上从垫子上爬起身，接着溜到牌位后边。等他再回来时，手里抓了俩大烧饼，他把其中的一个烧饼塞给了我。多亏我提前留了一手，这祖屋每个月得进几次，所以我早在这儿藏了饼。这饼不怕坏，1月换一次，绝对饿不着自己。我没忍住，直接对着聂清月竖起大拇指。不愧是家里捣蛋鬼，连罚跪都能跪出经验，还能提前做好准备。聂清月对我这番吹捧十分满意，然后开始夸我。双双也很机灵，知道咱俩老被罚跪，专门叫人换了非常软的垫子，坐着真是舒服极了。我笑着摆了摆手，表示没啥没啥，接着就开始啃烧饼。老姐，你干嘛非要嫁给崔明和啊？人家是大官，身份高，爸妈见了都得低头。岁数大也不算坏事，要是早死了，我就当寡妇。崔昭当了新官后，也得对我客客气气，规矩摆在那儿，弄到啥好吃好玩的，他必须得先给我端一份。听完他的解释，我还是有些不解。要是真图崔明和的背景，那咋不嫁给崔昭？他是少爷，未来当家人，身份一样贵重，而且也是同龄人，这样不好吗？聂清月摇了摇头，他太年轻，现在的甜言蜜语靠不住，万一以后碰上喜欢的女人，翻
翻脸不认人咋办？再说，如果崔昭生不出娃，外人不会骂他，只会怪我是个废物。万一他死得早，崔明和为了传宗接代，肯定找别人生娃，我就成了多余的那个，这日子还能好过吗？刚说完，聂清月就把头枕在我肩膀上，稍微抬起脸，眼里透着点担忧。双双，你会觉得我这人爱慕虚荣吗？我赶紧放下烧饼，一把搂住他。我很佩服姐姐，佩服你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活得非常明白。上辈子的聂清月其实活得也一样明白，因为我嫁给崔昭，她也就没再继续打崔明和的主意，而是直接进了皇宫，从一个普通的小妃子慢慢爬到了贵妃的位置。那个时候我也进过宫去陪她解闷，她抓住了想要的权利，却不够开心，因为皇宫那地方会让人彻底没了自由。聂清月这人最贪心了，她既想掌握大权，又想过得自由，甚至挑的男人也绝对不能背叛她。年纪小的根本靠不住，那干脆找个岁数大点、死得快点的，最好有个现成儿子傍身。那万一崔明和在外面看上个美女，觉得人家漂亮的不行，非要带回家，还纵容她来欺负你咋办？那我就直接一碗药给她灌下去。反正她年纪挺大，突然死掉绝对没人起疑。聂清月在说这些话时，眼神里没半丁点犹豫，这不禁让我立马想起了上辈子的事。老皇帝偷偷跑去玩，回宫带了个风尘女，不但封了名分，还随他在后宫瞎闹，搅得鸡犬不宁。聂清月也被他坑了几回，老皇帝不但不管，还跑来骂聂清月是个醋坛子，气得聂清月喊我进宫，当着我面痛骂老皇帝，一连骂了好几个小时都没停过。后来没过多久，那老皇帝就直接归西了，非常的突然，宫里宫外都在传，说是那风尘女子有病，老皇帝也不小心给染上了，这才没撑住直接死了。他一死，新皇上了位，聂清月混成了贵太妃，欺负他的那女人也落进他手里，有旧仇报旧仇，有旧怨报旧怨。现在看来，上辈子老皇帝的死，没准就是聂清月在背后搞的鬼，毕竟这种狠事他还真干得出来。脑子回过神来，我瞅着旁边的聂清月，心里还是忍不住一阵感叹，我确实没有他活得那么明白，早知如此，上辈子我也弄完药给崔昭硬灌进肚子里，谁叫他跟个哑巴似的把我娶进门，娶回家后不管死活，由着他姨妈欺负我，害我过了好久的苦日子。现在看来，我这人还是太心软了。一想到这儿，我赶忙从垫上爬起来，满脸兴奋地盯着聂清月。你晓得哪里能买到毒药不？聂清月使劲眨了眨眼，好像没缓过神，过了好一阵才开口回我：听话，你以后老公要是对你差劲，姐姐去帮你下毒，千万别弄脏了你的手。他握紧我的小手，笑得非常温柔。双双这双手可是用来画画的。聂清月很不听话，晓得今晚是皇上过大寿的日子，不光皇宫里面要摆大席，就连城里老百姓也会在这几天出来狂欢，有平时根本看不见的杂耍烟花。于是他打算带我翻墙出去转，虽然已是大黑天，可过节这段时间不管控，大伙都能夜游，满街狂欢，啥热闹都有，讲故事，唱小曲，整条大街都热闹得要命。我和聂清月看完木偶戏，又跑去瞅摔跤。我给他挑了个彩灯，他给我拿了个糖画，直到我被迎面走来的陌生男人撞了下肩膀，紧接着妆前的包没了。我跟聂清月互看一眼，就马上大喊抓贼，然后冲着那家伙追了上去。城里的大街两边有好多胡同，绕来绕去没个完。等到我猛地回过神来时，已经跟着那人跑进胡同里，周围黑咕隆咚，瞅着让人心里发毛。那家伙也不跑了，转过脸来冲着我乐，手里还掂了掂我的妆钱包。小姑娘，看你穿的挺好，估计是不差这点零花钱，可你非要撵我，别怪我把你抓走。说话时，他背后的胡同里钻出4个壮汉子，个个长得高大，手里还攥着木棍，没安好心的向我逼近。我尽管已经重生过一回，可终究是富家千金，哪见过这种恶心破事。瞅着眼前的5个坏人，我心里非常发慌，瞅着他们举着木棍朝我打来，我下意识转头往回跑。就在此时，上面房瓦却传来被人踩破的动静，紧接着个白衣男人从屋顶跳下，手里长剑都没拔出，随便2下就把那5个坏家伙全撂倒在地。我转身看去，就见那人背着双手，正站在前边冲我笑。双月妹妹，好久没见喽。文征。认出面前的男人时，我忍不住惊呼起来。文家以前跟我家挨着，算是老街坊，小时候还不用讲究男女避嫌，我跟文征就老是在一块玩。他打小就很调皮，爬房揭瓦，惹猫逗狗，成天都能惹出一大堆麻烦，比聂清月还要让人觉得费神。当时2家感情铁，
双方爸妈凑到一起，老说要给我跟文征定个娃娃亲，可我还没成年，文征就跑去前线了。他说他要去守关，出人头地，要当个大家都夸的大将军。这一走就是整5年。重新遇见文征，尽管心里高兴，可到底比不上小时候那么熟。幸好聂清月总算追了上来，他一瞅见我就扑上前，一把将我搂紧，话里话外全是害怕。刚才你一溜烟就跑没影了，我真怕你遇危险。我碰上了坏人，不过幸亏文征出手帮我。听完我说的话，聂清月这才留意到对面的文征，眼里也是惊喜。哟，你这小子终于从前线跑回来了。文征乐着点点头，正想接话，却见聂清月头顶上的簪子甩落在地，刚好掉落在他脚边。文征弯下腰去捡起，然后把簪子递给他。多谢。聂清月伸手拿过来，原本还打算再说点啥，却不晓得崔昭从哪儿钻了出来。他脸色铁青，你们在这儿弄啥？聂清月转头瞅了他一眼，忍不住皱眉。崔昭大步走来，两眼死死盯着聂清月手上的簪子，立马有点欲言又止。最后他还是没憋住出声：聂大小姐，若被别人知道你拿了外男的首饰，恐怕对你的名声不好。聂清月撇了撇嘴，他觉得非常搞笑。先不说这发簪本来就是他的，就算是收了，崔昭这个外人又有啥理由不痛快呢？崔昭看出了他眼里的看不起，只能赶紧说：不管咋地，我爸既然拿了你的球，咱两家就算有了姻缘。我根本不算外人，只是想护着小姐的名气，没别的意思。合着你还是为我着想。聂清月点点头，瞅着对方眼里指望的光，他突然问：你家老爸来了没？崔昭眼里的光没了，没多远，崔明和靠了过来，瞅见聂清月之后，眼神非常躲闪。聂清月则带笑走到了他旁边。今晚特别的热闹，不如崔国公陪我去逛逛这灯会。这2天城里骗子多，你肯定也不想看我被坏蛋给抓走吧？讲完，聂清月就迈大步往外走，估计怕他遇险，崔明和只能赶忙去追。这一刻，小胡同里就只剩下了我跟文征，还有崔昭。我转向文征，我姐说的非常有理，最近骗子多，能不能请文小将军陪着我一块逛彩灯？聂家二小姐，一直都没吭过声的崔昭猛地挡在我跟前，他瞅着我，眼里透着点点发愁。这几天城里不安生，聂大小姐脾气又欢脱，估计不想整天待在家里头。麻烦聂二小姐多盯着点儿，别让她遇危险。她是我亲姐，我比你更盼着她平安。压根用不着让你这个外人来提醒。我这话回的一点没客气。崔昭一阵不吱声，他动静很轻。我无非是不盼着他出差错罢了。你就那么中意我那个大姐吗？崔昭点头。中意，很中意。从她像个小仙子一样出现在我跟前的时候，我就特别中意了。说明你眼神有毛病，连个人都没认定。我忍不住摇头，然后就跟文征往外走，只扔下满脸发懵的崔昭还傻站在原地。可我都还没走出了胡同，崔明和就直接跑了回来。他喘着粗气，脸上全是着急。刚见着我就急着问：聂大小姐找你没？听到这话，我心里猛地发紧。我姐不是跟着你逛彩灯去了吗？人哪儿去了？你把她搞丢了。没多远的崔昭听见声音，也赶紧跑了过来。刚才我跟聂姑娘拌了几句嘴，她一赌气就跑远了。大街上人实在太多，挤来挤去，一眨眼功夫，她人就不见影了。别慌，我姐人很机灵，不会出事。咱们赶紧分头去找找。我有些心慌，但也明白现在着急没啥用，还不如冷静一点，分成几路，好快点找到聂清月。崔昭直接冲上前，板着脸怪我：这几天城里不安生，有不少坏人出没。估计聂大人也提醒过，为啥今晚你还要跑出来逛？身边也不带个下人。大小姐脾气欢脱，本以为你懂事点，才托你照看，哪知你竟由着他瞎跑，现在连人都丢了。听着这顿指责的话，我心里既生气又觉得挺可笑。崔昭，聂清月是我亲姐，这是我家事，跟你这外人有啥关系？就算真扯上关系，我姐相中崔国公，将来嫁入你家，那是你后妈，
按我姐的辈分，你也得喊我声小姨。你对小姨就是这种没大没小的态度。规矩摆在这儿，扔球的事没定下来前，崔明和跟聂清月就是准夫妻，我理所当然就是他的小姨，敢冲我吼就是没规矩。崔昭被我这话气得脸色发青，他冷冰冰盯我。聂双月，你亲姐都找不见了，你居然还在这边讲风凉话，真是没心没肺。比你强，又瞎又糊涂。我一点都不服输，马上怼了回去，但也明白继续磨叽，姐姐就会多一点危险。要是姐姐真碰上那些坏人，肯定惹大麻烦。有闲工夫在这跟我吵架，还不如赶紧去把人找回来。崔昭听完脸色大变，也不想继续跟我瞎掰扯。随后我们4个分成3波，开始四处找姐姐，一直摸黑找寻到了大天亮。我跟文征一块找到了城外山崖边，崔昭也顺着找了过来。他一屁股坐在大石头上，表情低落，又从兜里掏出那张发黄旧画。这些年，我始终在找他。虽然过了10年，他模样变了许多，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。我不图别的，只盼着青儿能一辈子顺顺利利。可为啥连这么点小愿望，老天爷都不肯答应我？文征待在旁边，听着崔昭在那儿嘀咕，又瞅着他手里的旧画，觉得纳闷。也就是说，你是因为这幅画才看上聂清月的吗？崔昭点了点头，似乎想起了以前的事，开始嘟嘟囔囔讲起老早的过往。他当时为了哄我，亲手给我画了这幅画，我一直留到现在，当成了宝贝。婷婷，你说是聂清月动手画的这幅画？文征皱起眉头，毕竟从小大伙总凑一块玩，他跟聂清月都不爱看书，更别提能静心画画了。要是摸到画笔，只会往对方身上画小王八。能把人脸画得这么像样的，其实就只有我。因此文征立马转头看我，他好像有话想说，我就对着他轻晃下头，他便没再多嘴往下问，而是拐弯抹角地问：你到底是相中画里的人，还是相中那个画画的人？这有啥区别吗？崔昭搞不懂，不全都是青儿吗？文征干干地笑了笑，又偷偷瞄了我一下，接着问：要是他画的是别的女孩，你也会看上别人吗？崔昭一口直接就给否了。我相中的是那个在假山洞里陪我的小丫头，就算她画出个天仙，我心里相中的也只有她。文征瞬间闭了嘴，我也跟着不吭声。很多事情要是能一直这么瞒下去，其实也挺好。反正这辈子我是绝对不想再跟崔昭扯上关系。聂新月确实碰上了坏家伙，但他机灵，中途跳车跑了，直接躲进城外的树林里。但坏人一直死追着不放，到了最后硬是把他逼到断崖边上。崔明和刚好找来，可也没来得及，俩人竟然一块摔下了山崖。幸亏这山崖虽陡，但长了好多老藤条，崔明和死死抱住他，抓着藤条甩进了一个山洞里。俩人在山洞里硬生生待了一宿，一直等到天大亮，我跟文征还有崔昭也都出了城，跑到了荒郊野外找人。躲在洞里的崔明和听见了大火的声音之后，就一个劲儿的大声喊，咱们这才明白他们掉下去了，又赶快叫人找粗绳，把他们从山洞里拉了上来。两家人都备好了轿子，回家还得赶紧找大夫瞧病。临走前，聂清月又一次出声：崔明和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愿意娶我过门吗？也不晓得昨天晚上俩人都经历了啥。以前崔明和瞅见他就像老鼠碰见猫一样，一直躲躲藏藏的，现在反倒是弄得两只耳朵发红，还反过来问了句：我岁数比你老好多，脾气也闷，能给你的除了陪伴，就剩下俗气钱财。我有个儿子，跟你岁数一样大，这些事你全考虑清楚了，真心愿意嫁给我吗？聂清月直接笑了，笑得特别灿烂。正巧了，我这人就图你陪着，还有俗气的钱。我也怕疼，有个现成的儿子，感觉确实挺好。话刚说完，两人看着对方全乐了，就剩下旁边的崔昭，心里彻底死了。他当儿子的管不着老爹结婚，这门婚事就这么敲定了。老妈板着脸又去庙里求了求，回家手里就多了张符纸，翻来覆去嘱咐聂清月得天天带着。本来今年你不能办喜事，但你既然认准他了，我们也不好去拦，只盼着这张符能保佑你平安，婚后能顺当。聂清月眼底泛起了一点泪花，接着把那张符纸稳当收好，
结婚日子定得早，就在2月后。结婚要买的物件多，我跟着老妈天天忙活，2个月一眨眼过去。聂清月总算是要出嫁了。她出嫁那天，天还没亮，我就钻进她屋里，在旁边看丫头给她打扮。结婚喜服就挂在旁边的架上。聂清月坐在梳妆镜前，瞅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特别高兴。可我心里挺酸，她结了婚以后就只剩我一个人贵族屋了。那你也赶紧嫁人。我看文征那小子挺好，小时候他就爱陪你玩，后来我俩看小说，你随口说喜欢上阵杀敌的大将军，他就直接跑去前线。双双，不扯别的，文征我也算摸透底细，比起城里其他那些个小年轻，强了不晓得多少倍。如果你也中意他，千万别犹豫。说完，聂清月又指了指兜里的那小药瓶。要是他敢对不住你，欺负你，我兜里这玩意儿能直接要他命。他话音刚落，窗户那边突然有动静，像是小石头。石头砸中了聂清月的脖子后，他两眼一翻，身体软软的倒在梳妆台前。谁？我马上转过头去看，只见崔昭穿一身黑衣，不知啥时钻进了院子。梳妆的丫头还有喜婆子也全都被他弄晕过去。崔昭直接走进屋里，他瞅着已经晕倒的聂清月，眼里十分温柔。没谁比我更了解我亲爹，他人挺好，但未必是个好老公。清月要是嫁给他，以后免不了得吃苦头。所以你是来抢亲？我死死盯着眼前的崔昭，他却笑了一下，转头抓起旁边的喜服，直接甩进我怀里。现在抢亲已经来不及，还会毁坏他名声，就只能委屈聂家二小姐。以后你当了我名义上的后妈，我肯定会好好孝敬你，全当报答今天的恩。我彻底惊呆了，连带着声音都在发抖。崔昭，你咋敢这么做？他不想聂清月受委屈，可今天这事定了，要是出了岔子，外人只会说聂清月八字太差，谁叫这年头对女人那么苛刻，所以只能玩个调包计，还是娶聂家姑娘，只不过换成了我。抱歉，我也不想坑你，但我必须得护着清月。崔昭根本没给我逃跑机会，猛地抬手冲我脖子一砍，我晕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等我睁眼时，只感觉周围晃晃悠悠，眼前全是红布。我伸手把盖头给扯下，就在这时候，花轿停稳了。我一点也没含糊，直接掀开帘子跳下轿子。崔家大门外围了一群人，崔昭也混在里面。他看我这会儿醒了，大吃一惊，估计是功夫没练到家，没算准我啥时醒。他赶忙凑上前，聂双月，现在花轿已经把你抬到了我家，事情没法改了。就算这会儿你说新娘子不是你，在场的人也绝对不会信。毕竟今天聂家只嫁一女。他拿女人的名声吓唬我，想要让我咽下这口气，认了这门亲事。所以我抬起手狠狠扇了他个嘴巴。我真是后悔去哄过你。听完我说的话，他眼里的迷糊藏不住，刚想说话，聂清月也跑过来了。他满脸慌张地冲到我的跟前。双双，你没吃亏吧？我轻轻摇了头。聂清月赶紧伸手把我抱进怀里，接着又转脸盯着崔昭。你怎么能干出这种缺德事？崔昭十分憋屈。清月，我干这些全是为了你，我是不是盼着你能过得好，你懂吗？所以你就跑来坑我妹妹？聂清月冷冷地盯着他，那眼神就像是抹了毒一样冰凉。我也是没辙，我必须要先护着你。崔昭垂下眼皮，瞅着像是非常可怜，好像做错事的压根不是他。聂清月摇了摇头，接着伸手轻轻摸了下我的脸，特别心疼。我这傻妹妹，当初压根就不该给你画那张画。听到这话，崔昭就像是被雷劈，他赶紧追问：你这话是个啥意思？啥叫他给我画了那张画？当年那张画不是你动手画的。我打小就不爱捣鼓的书画，哪能把自己画的那么漂亮？这是他画的，我妹妹画的画最好看了。聂清月紧紧攥着我手，说完这话后就打算带我回家。崔昭不肯放，他直接拦住我。聂双月，当初在假山哄我的小丫头是你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我倒希望从来没去哄过你。这档子事闹得非常大，崔明和小德后气得直接动了家规，崔昭被打得皮开肉绽，疼的就剩下半条命了。老妈唉声叹气，一直念叨着，早就说今年庆儿不适合结婚，到底还是出大祸了。聂清月还是那副满不在乎的表情，她心里只是疼我。崔明和不敢不娶我进门，无非就是把日子推一推。可闹出这么一场事，
也不懂我这傻妹妹以后可咋办。这世道对女人要求高，我套上了红嫁衣，也差那么一点就嫁了人。光凭这一点，那些好人家的大少爷们就绝对不要我，会嫌我晦气。怕个啥？大不了我一辈子不嫁人，在家守着亲爸妈，多舒服。嘴里胡扯些啥呢？老妈伸手拍了拍我的脑瓜，她满脸正经地说：“你要是一直不嫁人，城里人一人一口唾沫星子，迟早能淹死你。”那找谁嫁呢？聂清月皱紧眉头，还没等她琢磨出来，管家急匆匆地跑过来，说文家人找上门了，要给自家儿子说媒。要娶谁？二小姐。聂清月乐了。双双，我早说过他心里有你。我没去接话，直接去见那文征。我开口问他：“你相中我了？”他红着脸直点头。我接着问：“那你敢保证这辈子不偏心护短，不让小老婆欺负到我头上吗？”这世上没几个男人不找妾，我有好多小姐妹，没结婚前老公发誓说的比唱的好听，最终还是接连娶了妾。这倒也算了，碰上些没脑子的，让小老婆踩在大老婆头上，日子就过得太难。我当然也不愿意过这种日子。文征再次点点头。你把心放肚子里，我这辈子只要你一个，绝对不找小。要是做不到，就让我不得好死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也干脆赌一把。老妈又专门挑了个结婚吉日，让我俩一起出门。我跟文征拜了堂，可惜还没来得及进新房，崔昭找来了。可一瘸一拐，他抓着那张发黄的画飞溅我直接扔了火把，火苗瞬间吞掉旧画。他慌乱用两手去拍打火苗，最后画没能救下来，双手也烫出一堆水泡。他瘫坐地上痛哭，问我为啥要这么狠心，为啥不爱他。你这人又瞎又糊涂，连自己到底相中谁都没搞明白。哼，又有啥脸面在这怪我绝情？上辈子跟他客气相处，虽没感情，却也谈不上恨。但这辈子，我是打心底恶心透了他。崔昭，你心眼这么坏，没人会爱你的。我对他说的话非常难听，他哭得更伤心。聂清月讲，绝不能让崔昭有机会来欺负我，所以结婚后他生了个娃，枕边风一刮，少爷位子换了人。崔昭让聂清月赶去乡下种地，再也没能回来。他差点坑残你。我这个后妈肯定是不会饶了他。后来我安安稳稳过了很长一段好日子，文征一直对我特好。听说前线告急，他去打仗，我在家里死等他3年，他却从外头带回来个宫女，说人家身世真是可怜，要将他留家里头，收他当二房。我啥也没说，男人的发誓终究靠不住，但他太惯着对方。划船那天，他推我下水，害我感冒生病好几天。我在屋里睡觉，他偷偷放把火，差点让我烧死。每一回文征都叫我忍，我没忘聂清月说的，男人要是不老实，毒死算了。后来我成了将军府里的老祖宗，抱养了2小孩，成天在家里逗孙子，小日子别提多快活。至于崔明和，没2年也丧命，聂清月亲手毒死的。他叹气说，本以为我千挑万选找个最棒的，谁知是个老流氓。家里虽然没小老婆，却在外面搞了个大宅院，买不少小丫头，全关一块供他寻欢作乐，真是连畜生都不如。多亏我替天行道，那些可怜的小丫头也都能回家了。还有崔昭，听说在乡下成了家，据说那女人模样跟我有7分相像。聂清月专门跑了一趟，发现那女人压根不懂自己是替身，一片真情全白瞎，实在可怜。聂清月也给他送了包药，至于到底用不用，就看他自己。